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arah，欢迎来到不正经医学频道。这些年因为疫情，很多人对中医和西医到底谁更靠谱吵翻了天。那中医和西医孰优孰劣这个话题，一度成为一个可以引起朋友圈断交的话题。今天我们开馆第一天，就选这个话题来踢馆吧。那这个话题我将会从5个方面进行阐述。第一个方面就是中西医的认知模式的对比，第二个方面就是人的要素，中西医的人的要素。那么第一个人的要素就是从医者的要素，那么第二个人的要素呢，就是中西医的病人的角度的要素。第三点呢，我们将会从中西医的工具，也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药的这个要素。最后一点呢，我们将会从中西医的普惠性、成本的要素，这一点是和大家的利益相关的一个点。首先，在进入主题之前，那且让我先讲讲什么是人类的认知模式。不管你认为我们人是进化来的，还是由某个神灵所创造的，我们人都浸泡在自然环境里。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呢，也有了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那种尴尬和挑战。人类呢，发明一些工具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律，比方说人为什么会生病，这就是认知的开始。这些工具呢，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些解读方式。人类通过观察在庐山里面看到的一些个别和碎片化的信息，通过定义、描述、组合和联想，抽象出一套方法体系来解读这些现象，这就是人类的认知模式。所以呢，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，取决于我们这个认知工具箱里工具的质量。质量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工具呢，具有可理解性、可传播性和可操作性。所谓的可理解性，就是说你思是你说；可传播性的意思就是说，当知识在2个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时候，你说的 A 和对方说的 A 都指向同一个事物。可操作性的意思呢，就是当我们从认知层面引导出行为的时候，能够在物理世界中找到下手的地方，这就是可操作性。OK， 有点烧脑，对不对？烧脑就对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借一个小玩具来打个比方。图一是一套几何体，这些几何体呢由不同数量和颜色的小球通过不同的排列方式组成。这套几何体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认知工具箱里的工具。图二呢是一个立锥体，它是由图一里边的这套工具搭建而成。这个立锥体就是我们要认知的真相。我们刚才说到的图一和图二，那么图一里的这个每个几何体的小球的数量、颜色，还有它们的排列方式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模式里边的定义和描述环节。那么它们的组合，也就是说它们在组建成这个立锥体时候，它们的位置关系，就是认知模式里的组合和联想的环节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这个立锥体的全貌，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这么一套工具，并且能够正确的应用它。我们这里可以衍生一下，不妨提一个比较大胆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，立锥体的描述只能局限于这么一套有限的小几何体工具吗？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个工具预先设定的思维模式去掉？比方说，没有小球，不是另外一种不可知形状的体，没有数量，也没有颜色，没有已经固定的排列方式。比如我们可以用一套具有一定厚度的截面板去解这个立锥体，从下到上或者从左到右去解这个立锥体，然后我们叠加得到另外一套新的工具。答案是肯定的，这也就是说是我们科学里的创新空间了。现实世界中的很多现象呢，其实是比立锥体更复杂的，但是认知的模式呢基本相同。记住，我们还有个挑战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在立锥体里面创造这套工具，而且我们的很多工具并不是同时产生的，
鉴于这些局限呢，位于立锥体内的我们，在看到立锥体的时候，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样子。这就是你会经常看到今天的科学家推翻了可能10几年前某些科学的一些观点，我们今天的观点可能也会在几十年后被别的科学家给推翻的原因。那么科学实践就是发明这套工具，并且去验证这套工具和改进工具的这么一个过程。记住，科学知识呢不一定是完整的真相，但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科学呢是能够被验证，也能够经得住验证的。